霸团里面很多 I 人的志工都很强，很会拉连署，很会当路上的小蜜蜂。像我是 E 人，反而会在意他跟我很好的朋友，如果是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很受伤，或者是我就会很讨厌他等等的。I 人本来就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好就好，但当把他逼到不行的时候，他只好出来。我就不管你们是谁，我就达到我的目的就好了。我都已经把我逼到要站出来，要站在街头了，那我就是要达到我的目的呀。所以好多 I 人的志工，哇！就是举牌，或是一个一个去问陌生的人都没有在怕的，完全都，我都会说哈，你们看起来就是很强怎么会是 I 人？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对，他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放情感他们就是觉得我的目标，我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不用管他怎么看我，所以我就不管路边排队要等车的人，我也去问你签联署了吗？或者是在路边有那种什么。我们有那种倒垃圾的时候，会在垃圾车旁边跟倒垃圾的民众，比如说发面纸给他们，或是跟他们讲，拜托要出来先联署，或者是出来投票等等，他们都没有在意，没有在意别人怎么看他的，因为他们都已经出来，就是把他们逼到一个，就是整个已经，我觉得反而比我这个，我真的觉得我很不会当小蜜蜂，可以组织一些行动，一些活动，但我个人其实还是不太敢去拉连署的，尤其对我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我觉得那种哇，他们可以拉自己的亲朋好友，拉个10几20张的，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们。然后又讲到说路边满满的恶意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比较可以不那么在意了。这当然是练习而来的。我觉得我前几次吧，尤其是第一次，我记得最清楚。第一次我真的是比较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是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然后举牌。因为那时候刚加入的志工，就做的事情都会比较，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我们也有蛮多志工加入很久了，他们就是选择举牌。不见得是跟什么核心不核心、资深不资深没关系。有的人就是喜欢默默站在路边举牌，有的人就是喜欢发海报传单，有的人就是喜欢当填写组什么的。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站在路边举牌发传单的时候，那一天的活动大概才，我好像是去站了3、4个小时。结果我回到家之后就昏睡到不行。其实站在路边发海报就是站3、4小时，唯一的体力上来说是站比较久，可是并没有什么很花体力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是那个意志力、那个心态上耗损的那个精神上的能量很大。因为站在乱路边，你会一直看，你会很担心走来的人对你要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其实我真的有时候我到现在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的可以辨识，就是有的人走过来对你笑嘻嘻的走过来，但一走过来就对你说你们真是吃饱太闲了，或者说罢免赖清德，这种很多，他一脸笑嘻嘻的走来就是要让你毫不防备，然后就突然对你说脏话或者是骂你，这种的很多。那也有的脸看起来就很臭，然后脸看起来很臭，我就一直看他完了，他要来骂我了。结果他一靠近我就问我说，所以是在这里签联署吗？就是这个你心里会有一直在变化，然后也一直很紧张，他现在是要来骂我还是要来还会有那种脸很臭的阿嬷就走来塞给你一袋东西，请你们喝饮料你们好辛苦哦。他靠近你把饮料拿给你的时候，他的脸才是和善的，所以你那个会有好大的心情转折，那个很累，那个非常的耗费精神。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台北市，然后呢，台北市还有台中，我觉得在都会区其实都算好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有离开都会区，我不知道。本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很辛苦了，那后来因为呢，我自己参与了这个霸团的
联署书的收件情况就是还不错，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有去支援其他区。当我们到了其他区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其他区真的是很辛苦。有一些辛苦是在于，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被地方势力长期占据，然后比如说他可能平常就被一些蝇头小利给收买的一些民众们，他们就会觉得说不需要去罢免这些立委，因为他们要的可能就是一些平常有的这些小的过年过节发一些什么红包一些礼物，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所以你对他们去讲一些政策上影响比较大的，其实他们也听不下去，甚至会跟你说就是不要去害人呐，这样子签罢免不就是害人家吗？那我们当然会想说，可是他现在在害我们台湾欸，但是他就会说就让他做完，他才刚选上去，就让他做完啊，做完下一届再说嘛。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多长辈们真的是很善良，但是这个善良也就变成他们会觉得说他的确是也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不想害他，反正我们到时候下一届再换一个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台湾的情势已经是这个被统战渗透的速度很快了。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立委上任不过1年多，就已经可以很迅速的立了非常多很夸张的恶法，怎么可能还可以等4年？但是呢，这些长辈们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这也都还好，这些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的想法，那也就是他的想法，你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去改变他。当然也有一些啦，也有一些他会想要跟你聊的，然后你真的能够去跟他讨论的，也有人因此就了解了，被说服了，然后签的也有。但是我觉得最让人觉得心寒的就是冷漠的人。这些冷漠的人，其实我当然知道他们就是跟我们是对立的，而他不想要口出恶言，我能理解啦。可是其实眼神都看得出来的，甚至觉得有一些冷漠，他不是单纯的说我不想要了解，或是我跟你是对立的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不想理你。有一些是会带着一种鄙视的眼神，但他没有说，但他用鄙视的眼神看你。这个鄙视的眼神就是有一种好像他比较聪明，他比较高级，他比较高尚，所以又回到前面的那位立委会用边缘人他认为他是 top 1%， 他就会觉得我就是比较高级啊，我比较聪明啊，我是学历高啊，我的那个身份也比较高贵啊，而你们就是一些贱民，你们就是一些社会底层人、边缘人才会站在路边，而且还认定你们一定都有拿钱才会站在这里。因为我们也的确有遇过那种一脸就是冷漠的，那可能我刚才不是说我有些 I 人的志工伙伴们会比较积极去搭话，我就是属于那种你不理我就不跟你讲话的，但我也不会去想要说服你。但是我们有些 I 人的志工伙伴就会想要去说，请问你签罢免了吗？你知道吗？现在的国会立委正在做一些什么毁宪乱战的事情。当他去讲话的时候，那个本来冷漠有一些本来冷漠呢，然后就是用鄙视的眼神看你的人，就直接问他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就是有一种你是渔民啊，你根本是被利用了，你不知道啦，然后什么这个反而是最伤害人的。但是也没有错，他有他的立场，以他的立场来看，他可能真的就是这样相信着，这样想我们的，那也没有办法。所以在参与志工这场活动，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都觉得像是一场修行。
还有人觉得是一个那赎罪。为什么说赎罪呢？有很多人当初是头白的，然后有很多人当初有头蓝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志工们都会说啊，我是也给自己赎罪了这样。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会觉得说，我还又在台北，然后又跑去，我之前有去新竹嘛，然后又去帮忙其他霸团之后，强度高，然后热度高的活动结束之后，现在就会回归到你其实会去想，那然后呢，我们已经尽人事了，当然现在还是要继续努力啦，只是说没有那么目标明确的行动哦，你不能看到你做这个行动就有什么结果，马上看到结果的活动的时候，大家就会渐渐的热度好像会变冷下来。我指的热度是这个罢免的热度是不能冷下来，但是他要用别的方式去让大家一直记得我们要罢免掉不是人的立委。可是对于志工的每一个个人来说，其实已经渐渐从大家本来很激烈的，然后呢排班排得很紧的，然后体力上时间上都很紧凑的很紧绷的那个活动缓下来之后，其实有一些人有一点点那种退休症候群，然后还有一些人据我所知会变得有一点好像这个活动少我一个多我一个都无所谓啦什么的。还有人会变得很焦虑，因为很多人一开始投入志工的时候就是因为焦虑嘛，焦虑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当觉得说不然我做点什么事情，我尽点努力才可以缓解焦虑。但现在这个志工的活动渐渐变成不再那么多活动可以做的时候，好像自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那个焦虑又跑出来了。所以呢就会开始有一些就是会说，哎呀，就是不要太，就是有点像是你太入戏了，你要抽回来，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啦哦。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呢，对我自己的人生，对我的生活来说，我加入这个志工的这件事情，对我的生活来说也有一些，算是有些改变吧。就是我一直以来，应该说我最近几年，我对我的生活工作都是采取比较没有那么积极，就是有点淡然处之。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就会有蛮多人会看不下去的，然后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比如说你做人类图啊，或者是活动啊什么的，是不是会有一种，他们就担心我就是工作不是很稳定嘛，收入也不是很稳定嘛。那我当然也觉得我自己其实也不是没有这样想，但是就是我有考量照顾小拉什么这些事情，然后我也有被朋友说这是一个借口吧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但是我就觉得我怎么说呢？我有跟我的朋友举一个例子说，我觉得我的最大静摩擦力很大，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达到那个值，所以我还没有办法让我滚动起来。然后呢，我加入罢免志工之后，我一开始自己没有发现，然后我就发现我有两个朋友开始跟我说，觉得我看起来比较有活力，还有人说我看起来比较有自信。但他们跟我讲的那个瞬间，我其实都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就觉得我只是去做一些非常，因为做志工你知道吗，其实做志工不论你是什么大老板啊，你是什么竹科工程师啊，你是什么设计师啊，你是甚至你是什么演艺人员啊也好，不论你做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做的都是最基本的那些，像我刚刚讲的举牌子、发传单，然后鞠躬哈腰请大家来写联署书，然后甚至呢我们在2阶的联署书，因为那个格子很小，所以呢前面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帮长辈
帮他们抄写前面的那个资料的部分，签名他们当然自己签名，可是那地址啊什么那些地方是我们就是每天在那边像练写字一样写字。我们做的事情又非常的枯燥无味，并不是什么很复杂很难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觉得这些事情怎么会让我看起来活起来了，然后什么有自信了。当然后来回头去想，就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聊的心理疗愈，还有那个你可以完全投入这件事情，而不用去管对于你自身来说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因为你就是完全投入这件事情，它成功，你当想要成功与否都不会去评价你自己，所以可能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做起来很有热情，或许是这个原因吧。其实我本来并没有发现，但是后来就1个、2个、3个朋友跟我说，你好像找到一件你做得很开心的事，或是你看起来很有自信等等的，甚至还有人跟我说，看来你的天命是做政治啊！当然是开玩笑的，没有，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有关政治的事情，很单纯，只是做一些非常这个粗活、简单的事情。然后，但是呢，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确有比较动起来的感觉。然后呢，也因为又认识的不太一样，跟以前的领域的朋友，就是你以前不会遇到的朋友，新的伙伴们，那他们各自，我刚刚讲，他们其实各自都很有才华，你会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也很厉害，然后又投入这些事情，你会被他们感染，觉得哇，他们很认真，然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也做得很好，甚至也会让我有其他的灵感，觉得或许我可以来做些什么，本来一直想不出来该怎么做的事情，突然也有了一些新的灵感。所以我觉得对我的生活，当然我没有说现在我就因此就变得很棒，然后就比如说就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或是又做了一个什么很好的事业，并也还没有。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有一种好像真的比较生命有活水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那个最大静摩擦力那个值好像真的推动了，然后现在开始慢慢的滚动起来了。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觉得受益很大。当然最后我还是希望最后这个结果，那我还是希望，尤其有一些还在考虑的，也不见得我说的就是对的，可能你现在听起来就觉得我刚刚就说这是个偏激的人嘛那你还是可以多去参考各个不同的资料，多去看看他们在国会的问政表现，还有他们到底跟中共是否有很频繁的联系，是不是做一些通过一些对台湾很不好的法案，让台湾逐渐的从内部崩坏。比如说我本来要结尾了，突然又想到一件事情，其实统战的事情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说这个人说着中共多好，就是所谓的统战。其实最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就会让我觉得说，哇，这个手法真的好难哦，就是我们要防止被统战被渗透真的很难。他会用一些方式是要从内部崩解台湾彼此之间的信任，然后造成人民之间的对立。就是最近大家应该有听说这个新闻吧，因为新闻都有看到有不少说应该是中国来的中配，或者是他甚至是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台湾人，然后他们会用那个中国的那个抖音，然后再直播台湾的一些小学啊，或是一些公共设施，在马路上，然后垃圾车，很像是在收集各个情搜。一开始的新闻是这样，对不对？于是大家就会说，我要小心这些人。就据说，不是说是蒙古还是哪里，新疆还是哪里，有一个已经就是打造了一个那个博爱特区的一模一样的博爱特区，连北一女的位置都打造出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型在那里嘛。所以就会说他们就是在收集台湾的各个就是地点然后情资就对了。于是
就会造成其实我们有一些人平常在路上也是会拍照，然后或是会拍，尤其现在大家做自媒体的，有的人也会去旅行啊，去哪里啊，在车站啊、高铁站啊也会拍照啊、录影啊，然后就会变成，又会传出有一些人说，我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我只是在拍照，我只是在录影，就突然有人跑进来，我的镜头对着我喊8964，对着我喊天安门，然后就会说，我又不是，我就是台湾人啊，我又不是中国，我又不是中共派来的什么的，然后就会变成你无法分辨，这个情况会变成你无法分辨谁是自己人，谁是真的就是在偷偷做这些间谍活动的人，然后甚至彼此就变成就吵起来，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随随便便就要那个诬赖别人是那个间谍，明明就是台湾人自己在路上拍个照都不行，在路上录个影都不行啊，所以到这样的时候就变成你分不出来，你会变成你没有办法分辨敌我，甚至彼此还会互相怪罪，造成分化，内部就有矛盾分化。我觉得这很可怕，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还有很多啊，有一些谣言，统战的方式是会先用一个有利于台湾的立场的谣言，但它是假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连有利于台湾的这些消息也是骗人的，你变得你无法去分辨哪一个媒体或是哪一个消息是对是错，这个时候就会很可怕了。资讯战就非常容易，就是我们就会被洗脑，我们就很容易被错误的资讯给误导。正常的状态下，然后呢，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就是不用担心，然后就是你可以说着你就是支持哪一个党我就跟你不一样我们打起来吵起来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致对外，我们都是台湾人。然后现在真的台湾就不是那么安全的状态，已经被渗透很多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之前一样，可以好像你看以前统促党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允许他就是在那个101星光三月火车站那边拿5星旗，因为我们就会觉得你很可笑我们谁要跟你一起台湾这么好，对不对？但现在你会发现，是真的有越来越多人，甚至你立委都已经是倾向那边了。那你会觉得台湾还是之前那样可以，就是它还是个正常的状态吗？不是啊。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赶快把台湾导正，赶快把台湾大家的那个要守住台湾的这个力量要坚守住。好，又很随性的讲了很多，那今天呢这一集 podcast 就先讲到这边啦，下次我有想到什么话再跟大家分享咯。好啦，慢慢说慢慢写，我们下次见，拜拜。